消费补贴将涵盖更多消费品类。我手头没钱，光补贴我也不会消费啊。国家看的呀，肯定比你远，这只是第一步啊。老爸，你的意思是说还有第二步？没错，因为版本前着的老美啊，早就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当中啊，用凯恩斯主义给出了答案。凯恩斯主义听老师讲过，就是这公式太复杂了，我压根儿没听懂啊。凯恩斯主义主要的目的呀，就是提高国民收入，它的公式啊，可以简化为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加投资，就这么简单？本来也不复杂。我问你啊，如果我现在给你100个 W， 你会拿这笔钱干点什么呢？我先把游戏里想要的皮肤都给买了，然后剩下的还是存银行吃利息吧。没错，买皮肤就是消费，存银行就是投资啊。总之，你不会把这100个 W 都取现金放家里放着吧？那肯定，我得让钱帮我赚钱嘛。那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，你才宁愿把这100个 W 都放在家里呢？那得经济差到我害怕银行倒闭，而且拿出去投资啊，我也害怕都赔光了。你这一下呀，就说出了1930年代老美的情况。当时的老美啊，就是公式右面的投资急剧下降，才导致了国民收入大幅的减少。那凯恩斯主义是如何化解的呢？如果个人不愿意消费，企业又不愿意投资，那最终谁要承担这个责任呢？你是说政府？没错，最后就是政府得是最终投资人，下场雇人搞基建，给大家增加失业保险、养老金等等，这样啊，才重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。我听明白了，那我们也这么搞不就好了吗？问题就在于啊，凯恩斯的这套国民收入公式中的投资啊，它是等于资本边际效率减利率的。你这一提各种率，我又听不懂了。你别急呀，假设啊，你从银行借钱的利息啊是2%，你又找到了一个收益20%的投资，那你干还是不干呢？那肯定干啊！我还给银行2%，我还有18%的利润呢。那要是收益率只有3%，你还愿不愿意干呢？那还是算了吧，只有1%，我还要承担赔钱的风险呢。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。由于已经搞了大量的基建，过去很多钱啊又都沉淀在房地产里，所以整体的资本边际效率啊非常的低，这才是大家收入变少了关键原因。那凯恩斯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呀。传统的基建走不通啊，想要提升资本边际效率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啊，现在一直强调的新质生产力，才能够去完成啊新旧动能转化。表示通胀符合预期，将推迟降息。美联储真的是能决定全球的股市啊！老爸，还是西方人对经济学研究的明白啊！你以为通胀这件事是西方人先懂的？咱们的老祖宗啊，2400多年前啊就已经看穿了。那个时候不还是春秋战国时期吗？历史不错呀，那个时候啊，齐国的管仲在《管子》这本书里就说啊，国必之九在上，一在下，则必重而万物轻；必之一在上，九在下，则万物重10倍。他的意思是不是，如果啊10%的钱在国家的手里，90%的钱全跑到市场上面去，人人手里都有，商品就贵重了，那价格就上涨了。翻译的非常到位，必轻物重，它就是通货膨胀呗。我去，原来我们老祖宗早就知道了呀。不仅如此啊，咱们的老祖宗呢，也会像现在的美联储一样去调控市场，也就是以轻射重，以贱械平。这句话啥意思啊？就是高价的时候啊，把东西拿出来卖，去压低物价，控制通胀；价格下跌的时候啊，要买回来给市场托底。这不就是现在央行调利率搞财政刺激吗？没错，春秋战国时期啊，我们就已经懂宏观经济学了。但那个时候的货币是金银吧？没有办法像现在的美联储一样印钱来收割全世界吧？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们的老祖宗了？在汉代啊，民间甚至可以自己来印铜钱啊！
这不乱套了吗？对喽，这就引出了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啊。联储将在下半年降息多次。老爸，美联储又准备放水了，评论区都说资产就要起飞了，我是不是要抄底呀？资产价格上涨啊，是可能的结果，你得搞明白为什么降息呀。不都说是因为老美欠债太多了吗？你说到点子上了，老美这套印钱加资产价格上涨的玩法，300多年前的法国啊早就玩过了。哎，不对吧？300多年前的法国应该是拿金子或银子当货币，这没法印吧？哎，正是因为没法印，但当时的法国啊，又因为打仗欠了大量的债，才发明了纸币啊，去还债。我要是法国债主，我肯定不干，凭空印出来一些纸就想还欠我的钱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啊，就有个叫约翰劳的向当时的法国摄政王建议啊，我们啊先把发行的纸币啊和黄金挂钩，就承诺啊这些纸币啊随时可以兑换黄金。等大家啊纸币都用习惯了，就跳出来宣布啊纸币不能再兑换黄金了。这不就好了吗？这不就是老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干的事儿吗？你说对了，后面发生的事呢也是一模一样，虽然跟黄金脱钩了呀。约翰劳呢也不好疯狂印钱去还债，因为你这个纸币印的一多呀，就没人相信你了，大家也就不再用它了。那法国欠的钱怎么办呀？最骚的操作来了，约翰劳啊就宣布自己成立了一个密西西比公司，这个公司啊就专门负责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所有生意。之前法国的债主们可以凭借借条来入股这家公司，到时候啊大家都是股东，赚了钱啊给大家分红。我去，这法国直接不用还钱了呀！于是大家一听啊，跟着国家做买卖肯定是稳赚不赔呀，就疯狂的去买啊这个密西西比公司股票。不到4个月啊，这公司的股票就涨了20倍。我听着怎么跟现在的老美这么像啊？也是欠了好多钱，同时推高美股的价格，让钱啊回流到美国来买它的国债，越来越厉害了呀，小子！但你知道后来的密西西比公司怎么样了吗？不会是泡沫破裂，股票价格大跌了吧？没错，当人们发现啊这个公司压根儿就赚不了多少钱的时候，信心的崩盘就带动了价格的崩盘。那我感觉现在的老美不就是换了个方式在重演吗？所以啊，凡是印出来的繁华背后都藏着资产的价格泡沫。那是不是回过头去我们用金子交易就好了呀？但是你知道吗？金本位更有利于资本家呀。